库尔斯克乌向3倍俄军发起反击，说漏嘴，格拉西莫夫和普京唱反调。全民皆兵，美国敦促乌开启下一轮征兵。五角大楼最新发布反无人机战略。自从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军队仍然坚守并捍卫着这片土地，即便乌军在人数和火力上处于劣势。乌克兰第80空降突击旅的士兵奥列克谢感慨道：“每晚俄军的空袭都如同连绵不绝的波涛，一点点削弱着我们的力量。”根据目前各方媒体报道，俄乌双方面对着极为悬殊的兵力对比。俄军在库尔斯克集结了近6万大军，其中包括外援的朝鲜军队，而乌军在此地还不到2万人。然而，凭借着优秀的武器和作战意志，乌克兰军队依然英勇奋战，成功抵挡了俄军的多轮猛攻，甚至还在几天前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反击，包括第17重型机械化旅、第21机械化旅和第80空降突击旅，至少3支部队的坦克和步兵旅，已经推进到了达里诺村的南部郊区。该村位于库尔斯克突出部西南边缘的无人区。据悉，第21机械化旅从先前位于西部的辛普特约40公里处的阵地发起进攻，至少将一辆残余的德国制造的豹2 A6坦克开进了达里诺。此外，第17重型机械化旅新近重组的部分部队，包括苏联旧式的 T64 和 T72坦克，也加入到这次攻击。一辆乌军的豹2 A6在进攻的过程中击毁了至少2辆来自俄军第83空降突击旅的 BMD 步兵战车，眼看无法抵挡，俄军派出大量无人机试图拦截，最终导致乌军坦克失去动力，但豹2的车组成员依旧成功逃生。达里诺位于俄军主力的右翼，其主力为4支由空降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旅团级部队。他们是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主要进攻力量。在过去的1个月里，俄军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不断沿着泽连尼希拉赫至达里诺路段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强调，这次突击不仅有效地分散了俄军的兵力，还保护了乌克兰北部的边境地区，防止了俄军的再次渗透。泽连斯基表示，他们在俄罗斯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缓冲区，而不是让他们侵入我们的国土。然而，由于战争的持续，士兵和民众开始对战争感到厌倦，一些在库尔斯克的乌军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心。他们不知道还能在俄军源源不断的攻势下坚持多久，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战争胜利或者结束的那一天。从结果上看，虽然乌军在库尔斯克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库尔斯克战役的成效依然显著。它迫使俄军在南部战线调集了大量兵力，从而减缓了俄军在其他战区的攻势。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反击给敌人造成了重创。据报道，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17000人。大兵个人认为，库尔斯克战役的局势依然充满变数。虽然乌军在武器质量和作战素质上拥有一定优势，顽强地抵抗着3倍于己的俄军进攻，但他们毕竟面临着兵力和资源的双重压力。随着俄军的反攻愈发猛烈，库尔斯克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乌克兰军队的坚持和反击无疑为这场战争带来了新的曙光。11月21号，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打破了克里姆林宫精心编排的信息战剧本，揭露了俄方导弹袭击乌克兰的真相。原本俄罗斯想将11月21号俄军动用中程导弹、针数弹道导弹攻击乌领土的行为描绘成回应对美国批准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的防守反击。然而格拉西莫夫却在一次电话中不慎给自己打了脸了。一直以来呢，俄罗斯一心是想要把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行为来包装成一个正义的反击。但是格拉西莫夫在一次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的通话中，亲口承认了针数导弹发射计划早在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这下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战计划直接被这位总参谋长给揭穿了。不过格拉西莫夫不仅没有停手，还接着给布朗发了一波友情提醒，说俄军即将在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
并且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暗示俄军或许会在演习中发射高超音速导弹。不过，布朗显然没有对这些精彩预告表示过多关注，毕竟俄罗斯海军连黑海都出不去，又怎么去地中海呢？说实话，克里姆林宫真的是个有趣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试图让世界相信俄罗斯是在反击美国升级冲突，才选择动用中程导弹。另一方面，作为普京亲信、俄军最高指挥之一的格拉西莫夫又不小心自爆了，告诉布朗这场升级只是俄军的计划之一，并没有真正因为美国放开限制而做出的反应。这不等于是拆普京的台吗？彻底揭开了俄罗斯对乌侵略的遮羞布。现在大兵都分不清泽连斯基和普京究竟谁才是演员了。2024年12月4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乌克兰必须在继续推进对俄作战的过程中做出艰难的决定，特别是在动员方面。布林肯强调，这些是必要的决定。他的言论透露出美国对乌克兰当前兵员短缺的关注。近日有报道称，西方伙伴正在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将最低入伍年龄从25岁降低至18岁，以便补充军队。布林肯认为，动员对于乌克兰的战争至关重要，并且补充说，尽管乌克兰在资金和弹药上得到了西方的支持，但仍急需更多的兵员来有效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他表示，对于每一位加入乌克兰军队的士兵，我们都致力于确保他们获得有效保卫国家所需要的训练和装备。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反对，强调目前合作伙伴提供的援助仅足以装备乌克兰请求支持的10个旅中的2.5个。他指出，你想让我如何动员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儿，去哪个旅，用什么武器作战。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的动员策略已经与盟友进行了定期讨论，但否认了有关紧张局势的说法。尽管乌克兰在今年4月通过了一项改革征兵的重大法案，但由于秋季动员草案的实施放缓，导致许多前线部队在面对人数众多的俄军时，人力严重不足。随着俄罗斯不断加大攻势，俄总统普京近日宣布，入伍1年可以抵消1000万卢布的债务，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的兵员动员。而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也加入对乌克兰的呼吁，敦促乌克兰将入伍年龄从25岁降到18岁，以增强军队的规模。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指出，乌克兰确实是需要有更多兵员加入战斗，乌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现有兵员不足以弥补损失，并且未能跟上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兵力，因此乌克兰可能会开始征召年满18岁的男子参战。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了560亿美元的援助，并预计在拜登政府最后几个月内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支持。然而，白宫认为，除了武器，乌克兰目前最紧迫的需求仍是兵员。面对当前的局势，乌克兰似乎在两难境地中徘徊，国内劳动力的紧张与西方援助的不足正在加剧这一矛盾。如何平衡军事需求和经济承受力，成为乌克兰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无人机技术日新月异，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从战场侦察到精准打击，无人机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面对这一新型威胁，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了一项新的反无人机战略，旨在加强对美军及盟友的保护。无人机具备成本低、灵活度高、难以拦截等特点，使其成为了非对称作战中的利器。武装组织、游击队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轻松获取并利用无人机发动袭击。此外，无人机搭载的武器种类繁多，从小型炸弹到生化武器，对人员和设施造成严重威胁。美国将通过部署更先进的雷达系统、电子战设备等手段，提升对无人机的探测和拦截能力。除了加强防御，美军还将与盟友合作，打击无人机的生产、销售和运输网络，从源头上遏制无人机威胁。美军将加大对反无人机技术的研发投入，例如激光武器、电子干扰设备等，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无人机威胁。面对无人机带来的新挑战，美军将调整作战理念，加强对低空空域的防护，并提高部队对无人机威胁的应变能力。无人机战争的伦理问题、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无人机威胁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美军的新反无人机战略标志着各国在应对这一新型威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要彻底解决无人机带来的安全挑战，仍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